Samuel 父子加上他媳婦兒是整個 Brave 體系的管理核心，立刻就能看到他們豪華的室內籃球场。周末还有一些高中生在訓練，十分的豪横。在競爭激烈的名牌大學申請的時候，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吸引了蠻多特殊的孩子。相比學術一些的私校是少蠻多的，比賽的日程可以說排的是滿滿當當。對比下上次去的那個 Basis， 簡直是天壤之別。ELA 每天30分鐘依舊是顯著的少，學費幾乎是本地學生翻倍。看到這個我還蠻震驚的，你不爽可以滾。大家好，我是老吳，今天我們聊一聊老吳研究過的第二所教會學校 Brave Christian Schools Dublin 分校。這些年呢，由於機緣巧合，斷斷續續去過這個學校3次。第一次是幾年之前疫情的後期，小吳剛剛從國內回來美國，想找一個 preschool。後來第二次去是因為他們家假期舉辦了一些活動。最近的一次是2周前的 Open School， 總覺得必須得講講，不然有點過意不去。我們前2次去這個 campus 的時候，學校還叫 Valley Christian School， 大概去年的時候正式改名為 Brave Christian School Dublin 分校。這個是他們 campus 的一個鳥瞰圖，整個學校坐落在 Dublin 山上，風景很好，占地也很大，周圍只有一些居民，十分的清靜，是目前老吳參觀過所有 campus 中硬件和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個學校。這邊這個就是教會的區域，也是和學校共享的。這邊是它的 preschool 區域，這邊是小學和初中，這邊是高中，這裡還有一個和 science 相關的 building。這個 campus 主要的室外活動場地是這3塊。另外我們等會還會看到這個 campus 有很多的室內活動場地，是個十分豪華的設置。這裡有2大塊停車場，把 preschool 和其他學校分部的停車分開。當然它和一般公私立學校相比，是一個以教會作為母體，學校作為其教育事工部門的一體化組織。教會和學校也在一個地方分享很多很多的資源。首先我要嘗試給大家理清一個很混亂的問題，那就是目前这個以 Brave 為品牌的教會和學校體系，它的前世今生如何？之所以絕大部分人不知道這個來龍去脈，是因為不管是教堂的網站還是這個學校的網站，對於其歷史都是非常簡略的一筆帶過，沒有詳細的描述。而 Brave 又或者 Valley Christian 這2套名字也很讓人迷惑，所以大家不知道它的來龍去脈。網上能搜到的靠譜點的學校歷史，來自 Pleasanton Weekly 當地新聞媒體的報道。提到 Valley Christian 這套體系的創始人叫 James Swanson， 最早他是 Hayward 一個教堂的領袖，後來在3谷地區擴展活動，於1961年創造了最早的組織。1968年正式啟用 Valley Christian Center 這個名字，並且建立了第一個 Christian 小學，也就是現在 Dublin Valley Christian School 的前身。這就是創始人 James Swanson 牧師，他1926年9月20號生人，已經於2015年2月16日接近90歲的高齡去世。他曾經在 Hayward 工作過15年，後來又回到了 Portland 那邊，死後也葬在了波特蘭。當然這段歷史即便在現在的學校網站上也是找不到的，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為之。除了 Founder James 以外，另外一位長期在 Valley Christian 擔任 Lead Pastor 以及管理者的人叫 Roger 牧師。他最早可能在90年代開始在這裡任職，一直到2020年前後，也就是 Valley Christian 正式改名之前才正式卸任。Valley Christian 這一支總體來說作風比較保守，一直的發展不溫不火。而如果我們查一下 Brave Church 這個品牌的歷史，也就是目前這個學校上層管理機構的名字，就會發現它成立於1964年，它的創始人是 Darren Laws。 等會兒我們會提到他現在是 Brave Christian School 的首席執行官，而整個 Brave 體系现任的 Lead Pastor Samuel Laws 就是他的兒子。而這裡提到的聯繫地址20801，直到今天這裡也一直沿用作為 Brave Church 在 San Ramon 主要的一個會所。早年這個教會主要是以家庭的模式小規模的開展活動，直到2013年左右， Darren 的兒子 Samuel 開始獨當一面，給教會帶來很多新潮的氣息。他們的核心目標是打破傳統教會可能存在的枯燥感，在硅谷和灣區這種高度現代化的地區建立一個能吸引年輕人、技術人才、現代家庭的這樣一個教會。他廣泛地利用各種流媒體和社交媒体平台進行類似 digital ministry 的推廣，例如他的 YouTube 和 Spotify 的頻道會定期更新他的一些演講、布道視頻。他在例如 Instagram 也十分活躍，所以2013年以後教會發展十分迅速。2020年左右在 San Francisco 開設了 Brave Church 的分支。
2021年的時候 Brave Church 通過 YouTube 頻道官方宣布 Brave Church 和 Wiley Christian Center 正式合併，3位牧師同時出镜聊了一下合併的愿景。但是网絡上的信息關於為什麼會合併以及怎麼合併的非常少，因為教會本身並不是很公開的一類機構。從視頻本身看， Darren 和 Samuel 父子顯得十分開心，意氣風發，而相反 Roger 顯得有些疲憊，並不開心。等會兒後面我們會聊到，有一些評論會提到在16年到17年 Wiley Christian 似乎發生過一些動盪，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當時 Wiley Christian 發展的並不好，可能會有一些錢的問題，而 Brave 如日中天，因此促成了两家合併。經過幾年的整合，25年他們再次在 YouTube 上官宣 Wiley Christian School 正式更名為 Brave Christian Schools。 改名的原因主要解釋是為了避免和其他 Wiley Christian 學校的重名，為了品牌效应以及和教会名字統一等等。不管如何，這象徵着整個體系整合的完成。於是目前 Brave Church 體系就包括了3個地點，他們發家的 San Remo 分支，後來延伸的三藩分支，以及通過合併 Wiley Christian 而得來的 Dublin 分支。Brave Church 通過 YouTube 頻道會發布一些網絡教育的視頻，3個分支應該都有一些小朋友的活動，他們稱之為 Brave Kids， 而 Lead Pastor Samuel 的妻子 Marcy Laws 就負責這個 program， 職位的抬頭是 Central Kids Pastor。 可以看出來 Samuel 父子加上他媳婦兒是整個 Brave 體系的管理核心，甚至有點像是個家族企業了。另外閒話一句，他們還蠻能生的，一共有5個孩子。以前 San Remo 應該是有正式的 preschool， 據說合併以後在22年左右就突然關閉了，只有 Dublin 這個地點有完整的 preschool 和 K12 教育體系。接下来我們看一下 Dublin Brave Christian School 一些公開的信息。他們家網站做的比較花哨，但是實際上的內容並不多，有一部分內容我們實地考察的時候拿到的一些宣傳冊可以做補充，遇到這些的時候我會把宣傳冊翻拍放上来。整體網站做的還是蠻好看的，也比较大气，从審美的角度在看過的學校網站中間屬於比較好的，但是立刻就能看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以網頁上面的巡航欄來說，絕大部分學校會把 About 也就是關於學校的一些基本信息放在第1個項目，而他們是放在第5個。另外人員介紹這裡只有 Leadership， 也沒有其他的一線教職人員。這下面還有幾個項目在 About 裡面屬於不太常見的子項目，例如 Jobs、Safety、校友資源等等，這些和一般的學校網站的設計是很迥異的。另外加上他們內容相對比較匱乏，感覺這個網站的搭建比較草率，不知道是不是管理層的問題。不管如何，我們還是先看一下 About 第1项 Leadership， 上面有一段簡單介紹學校的文字，基本上都是一些 propaganda， 但是因為老吳前面研究了學校的歷史，於是對這段話就略有點不舒服，因為他們整個把 Wiley Christian 的印記全部都消除了，而從實際上來講，這所學校的前50年歷史和 Brave Christian 並沒有什麼關係。下面是去到 Church 網頁的鏈接，這個教會的網頁內容還是比較多的，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首先第1位是 Brave Christian Schools 的老大 Darren Laws， 前面介紹過，他實際上是 Brave Church 的創始人，創1代。 Brave Church YouTube 頻道24年底有一期，他的兒子 Samuel 吹了一下老爹的履歷，號稱有超過45年教會工作的經驗，成立過各種東西，聽起來不是特別像一個牧師，倒像是一個教會的企業家。這裡我不想做過度的解讀。副總裁 Joe Fuka， 根據他公開的履歷，確實是有蠻豐富的公司管理層的經驗，應該是從 Sales 做起，先是成為地區的 Sales 負責人，後來成長成一些公司的 VP， 甚至是 CEO。 這些公司裡面比較出名的是 McAfee 和 DocuSign。 從 Education 來看，應該年紀有60歲出頭。看官宣的時間線，這2位應該是在24年 Wiley Christian 更名成 Brave 過程中間開始全面接管學校的。 Larry 是他們 High School 的校長，写着上過4個大學，擁有 Arts 本科和碩士的學歷，看着也快60歲的年紀。不過他的工作經驗就很專一，一共只有2段比較主要的工作經歷，分別在2所 Christian School 都幹了超過15年。在 Wiley Christian 小學、初中、高中校長他都幹過，還負責過体育，比較全能。24年開始專職是高中的校長。 Caitlin 是他们中学的校长，這個 last name 彭有點像是中文的姓，不知道他的父親是不是中國人。他呢也是以前 Wiley Christian School 的校友，大約30歲出頭，比較年輕，擁有兒童心理學本科和教育碩士。這個 University of Phoenix 老吳蠻有印象的，是個比較出名的盈利性的網絡大學，長期是廣告打得滿天飛。他早期的工作經歷都是一些助理，還包括牧師的助理，然後加入了 Wiley Christian School
當了蠻多年的小學老師，甚至是 PE 的老師，然後在24年被火箭提拔成初中部的校長。他們小學部的校長是 Tara Brown， 本科畢業於比較好的學校普渡大学小學教育專業，碩士是 Creative Arts in Learning， 這個不確定是偏教育的還是偏藝術的一個專業，大概40多歲的樣子。2000年碩士畢業以後，領英上的 profile 就有很大的一段 gap， 不確定是不是當家庭主婦，還是這裡沒有寫相應的工作經驗。直到2018年開始第一份有記錄的工作，是一個 muscle therapy 的助理，然後19年開始在 Wiley Christian 當 TK 以及 K 的老師，23年被火箭提拔成小学的校长。這位小學校長還蠻有趣的，他同時還兼職在 Hoya Yoga 兼任了6年的健身老師。可以看出来，这3位校长中有2位是從教師直接火箭提拔成校长，只有 Larry 以前有校長的經驗。另外這3位全部都是23年、24年被迅速提拔成正式校長的，時間並不長。而這與學校的更名以及 Darren 和 Joe 2位學校執行長上任的時間相吻合，可以認為是進一步去化老的 Wiley Christian 的印記，管理層全部換血成自己人。由於時間的限制，其他的人就不細八卦了，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Statement of Faith 這裡實際說的是學校的資格認證，這裡只寫了學校有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International， 也就是 ACSI 的認證，這個是基督教學校比較高級的一個認證，主要關注宗教相關的世界觀、信仰、品格教育以及教學質量，但是並没有寫一般的學校比較常見的，例如 WASC 的認證，一般有的話呢，網站都會標記出來。那麼默認目前的 Brave Christian Schools 並沒有這個認證。如果只有 ACSI 單認證的話，在競爭激烈的名牌大學申請的時候，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問題，例如 UC 以及一些比較 top 的學校，招生官可能會對學校的課程難度提出一些質疑，要求提交額外的資料。因此，例如 UC 系列的學校就會要求最低高中課程標準滿足 UC 從 A 到 G 類別的要求。等會兒我們會聊到他們高中課程，其實呢，他們家確實是滿足這個 UC 的要求的，但是要注意哈，這裡是最低的要求，並不排除 UC 以及其他的學校還有一些定制化的要求。關於這個呢，其實還蠻奇怪的，因為我查了一下以前的記錄，更名之前 Wiley Christian School 其實是有 WASC 和 ACSI 雙認證的，這樣就會好很多。難道學校的更名以及重組導致了 WASC 需要重新申請或者重新審核？這個老吳並沒有答案。不過呢，這麼個很明顯的劣勢，估計學校也會努力去搞定這個認證。About 裡面 Jobs 這個子菜單，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首先聲明，這個和學校的教育質量一般是無關的，我只是好奇稍微看了看，蠻有意思的。他們首先招的是2個和視頻、音頻、舞台設置相關的 production 的職位，看來是要將網紅和 IP 的塑造進行到底。再下來招的是 preschool 的老師，這些老師呢收入一般不高，有流动性也算是正常。再下来是 Director of Marketing and Admission， 可能是對於目前學校的招生并不滿意，或者是想把 Brave 的 IP 提升一下。最後一個是 Preschool Executive Director， 如果是招校長的話呢，應該類似其他的年級招 Principal， 但是這裡招的抬頭似乎更高一些。考慮到他們以前在 Dublin 以外的其他地方是有 Preschool 的，不排除他們有進一步擴張 Preschool 區域的這樣一個可能。About 裡面另外一項 Safety， 這裡強調的是學校有演習和遇到災難時一些應急的求生的物資，這個一般學校都會有一些，不過作為學校的基本信息，重點介紹的只是頭一回看見。校友資源裡主要是鼓勵大家捐款和在 Facebook 上互動，我們就 pass 了。Admission 這裡首先是 application 的 process， 網頁上說一切都是 online 的，有個200塊錢的申請費，還需要老師的推薦表格，還有 principal 或者是 counselor report， 還有一些 record， 例如 behavior attendance record。Supporting documents 值得說幾句，除了有出生證明、免疫證明以外，還有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 IEP 或者是504，這個是針對殘疾或者有特殊需求的兒童的這樣一個教育計劃。其實大部分私立學校呢，為了節約資源以及出於對學習成績的這樣一個考慮，是不太樂意接受這些孩子的。Wiley Christian 在以前有一段時間，因為對於這類兒童的友好和幫助，吸引了蠻多特殊的孩子。不過在不同的時期，由於不同的領導，這個政策是有一點反覆的，等會在評論的部分我們會再提到。另外，這個網頁上的一些信息和 Open House 的時候我們拿到的宣傳冊的內容並不是完全一樣，最大的區別是網上只提到有 interview， 沒有提到有 assessment， 但是宣傳冊裡面是有的，雖然打了星號說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但既然列出來了，最好還是當它有這個 process。
宣傳冊裡面對於 TK 和 K 的期望有列出很多明確的條目，有一些是和學術相關的，例如要會數字、字母，能拿筆，了解形狀和顏色，能說完整的句子等等。而另一部分呢是社交情感類的，例如能聽指揮，有一定的自理的能力，能專注一段時間，能表達一些東西等等，還算是比較合理的要求。沒有看到他們對小學 assessment 具體的要求，應該比 TK 和 K 要求更高一些。參考其他的私立學校，一般是一些交流、數學以及 writing 的測試。下面是學費，老規矩，我們等會兒單獨聊。Admission 裡面的其他幾項，例如問詢、網絡申請比較簡單，這裡就 pass 了。Schedule 2這裡，除了常規的參觀以外，還有預約校長的選項，理論上是會更好一些，不過顯示2月份沒有 available 的時間，不知道是不是這個選項的空位特別少。目前呢，老吳參觀過這麼多個學校，只有 Challenger 一家全程是由校長帶隊的，個人認為這也是一種對家長尊敬的一個體現。蠻有意思的，預約這個頁面的下面還亂入了一些學校的獎項，如果不往下拉，估計根本不會看到。但是這些獎項都是一些地方媒體評選的獎項，公信力可能不高。另外都是2022年之前 Valley Christian 獲得的獎項，也和 Brave 沒有啥關係。在 Schools 這個大的下拉菜單裡面分為 Preschool 小學、初中和高中。我們稍微看一下小學，點進去首先是一些 Propaganda。如果要和常見的一些私立学校進行比較，一個最大的特色自然是宗教的教育。如果是已經信教或者準備信教的家庭，那麼這個自然是好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相對比較低的師生比，參觀的時候看到幾個班都不超過15個學生，和 Stratford 或者 Challenger 那种平價的私立學校相比，他們一般一個老師要帶24個學生，那麼 Brave 這個學校自然是要好很多的，老師更有精力去照顧到每一個学生。下面的概括這裡又提到了安全。其實我們去 Open House 的時候呢，他們也反覆提到這個問題，說他們最近在募資做一個電子的門禁。其實這個 location 孤零零的在山頂，本來比其他私立學校那種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就更加安全，懂的都懂。更重要的是下面有個鏈接叫 Scope of Skills， 點進去實際上是類似他們的教學大綱，從 TK 到5年級主要的大項都是一樣的，包括數學、ELA、科学、social、聖經、PE、音樂、藝術、技術和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基本和其他的大部分私立學校都是一一對應的。不過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他們的 TK 到5年级都是沒有第二外語的。這裡的每個大項都可以點開，大家可以各取所需。因為我們家小吳現在是1年级，所以我就以1年级為例，稍微來看一下。我們點開1年級數學，這裡就不一一去讀了，看上去大於等於公校的這樣一個教學大綱，但是可以和老吳以前介紹過的一些偏學術的私校簡單的對比一下，還是会差一些。例如比較雞娃的一些私立學校，數字一般会教到1000，還會教2到3位數的加減法以及簡單的乘法。幾何方面教授的內容也會更多一些。語言方面其實也比較類似。科學方面呢，每個學校都會不同。Brave 這一家教的相對比較雜，每個方向都會有一些。一個比較有特色的是 PE， 第一次看見有私校願意把 PE 的教學大綱解釋得很清楚，點個讚。除了基本的訓練以外，他們低年級就可以嘗試很多的 Team Sports， 而且結合他們家很厲害的硬件，這些活動是可以在室外的硬地、操場或者是室內的運動場進行的，這就可以秒殺大部分私立學校，他們一般都是比較簡陋和局促的這樣一個場地。最後是 Emotional Intelligence， 這個是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這個教育理念的具象化。雖然現在大部分學校都宣稱是 SEL 的理念，但是很少能看見有具體的這方面的教學大綱，特別是這裡提到了一些解決爭端的能力，希望能貫徹執行。很遺憾的是，他們家網站上 Scope of Skills 只有 TK 到5年级，中學是沒有的。另外，所有的年級網上並沒有樣例的課表，這個要給個差評。好在實地考察的時候能了解到這部分。我們先附上他們提供的初高中的課程內容，課表等到實地考察的時候再詳細去聊。這個學校6年級開始有一些高級數學課，開始有選修課，但可選的內容比較少。以前聊過一些私立學校在5年級就會開放一些選修課，7年級開始選修的課程裡面開始有 Spanish， 也就是第二外語，這一項比大部分私立學校是要落後的。這是他們提供的26到27年份高中課程的這樣一個宣傳冊，一共有76門課，包含15门 AP 課。這個 AP 的數量呢，相比學術一些的私校是少蠻多的。我以前提到過，例如像 Harker 這種比較學術的學校，他們家 AP 的課程有29门，還有23门 Post AP 的課程。
另外一個特點自然是有一定比例的宗教相關的課程，當然也有一些其他家我蠻少見的課程，例如這裡的 Criminal Justice 以及手語課等等。還有個宣傳冊是他們提供的5到12年級數學課的矩陣圖，這裡老吳就不仔細去研究了，有興趣的可以自行截圖。總體來說，數量和學術的私立學校相比還是少一些。好了，重头戲來了，他們家最大的亮點就是這個 Athletics， 點進去是一個獨立的體育類的網站，也就是新的他們家這個 Lines 一套東西，上面滾動的是繁忙的体育比賽的日程，看着非常的霸气。而下面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各个比赛的內容的鏈接，顯得十分的豐富。 Teams 這裡顯示了他們的一些運動隊，可以看出來都是一些美國比較主流的團體運動為主。要想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這裡就必須參與一下。 Calendar 這裡我就以本月為例來稍微看一下，比賽的日程可以說排的是滿滿當當，每個月都差不多。學校有個獨立的 Athletic Director 負責統籌學校的體育項目，教練列表裡面4類大球加上高爾夫是有固定的教練的，應該還有一些其他的體育項目不是固定的學校教職人員來當教練，可能是外聘或者一些學生的家長來兼任。學校穩定的比賽主要是在 Bay Area Conference 簡稱 BAC 這個聯盟進行的，可以認為是相對比較基層的區域比賽聯盟，它是由地理位置比較接近、水平比較相當、較小的27所私立學校或者特許學校組成的聯盟。各個項目在這個層級上進行常規的比賽和排名，如果你表現優異，打入了季後賽，隊伍就可以參加上一層的 North Coast Section 簡稱 NCS 錦標賽。如果你在 NCS 拿了前幾名甚至是冠軍，你就有機會去參加更上層的 California Interscholastic Federation CIF 的全州總決賽。網上稍微查了一下，他們有一些項目，例如籃球確實打過 NCS 錦標賽，但是貌似成績一般，畢竟頭部都是些大型的公立學校，常年霸榜。總體來說，他們的體育水平比以前聊過的私立學校還是要好很多的，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和時間也很多。這個網站還有一些其他的和體育相關的東西，就不細細去聊了。Programs 裡面有4個子菜單，第一個是和學術或者升學相關的 Counseling。學術這裡說的是會幫你制定4年的學習方案，進行一些技能指導、PSAT 考試、ELS Program 以及其他的一些輔導。而升學指導這一塊基本涵蓋了所有主要的輔導功能。稍微提一下的就是這個 On-Campus College Fair 和 College Representative Visits。Open House 的時候，他們有明確的提到，每年他們會召集大概50場次的這種會議，感覺還是蠻厲害的。這一頁的下面還有一些其他資源的有用的鏈接，例如前面2個是高中的課程，老吳想吐槽一句，這些不是應該放在高中介紹那裡更合理嗎？反正就是各種混亂。後面幾個算是和輔導相關的。第一個鏈接裡面是25到26年高中提供的課程，也就是比我剛才授的那個宣傳冊要老，居然網站還沒有更新。我好奇點進去看了一眼，這個和26、27年的課程差別還蠻大的。例如這裡的 AP 課程只有13門，他們有部分的課程，例如這裡列的4門 AP 課是和一個叫 William Jessup University 合作的 Dual Credit Program， 目的是主要是方便轉換成大學的學分。Arts 和教會的子菜單這裡就直接跳過了，直接看一下他們 After School Enrichment Program， 總體來說也是蠻少的。好處是看上去大部分都是他們自己家辦的，比較可控，有小部分是和外面合作的，例如這個 Chess Program。Parent Resource 這裡主要是訂午餐，一個 online 的系統，看學生的成績、付學費之類的，以及學校的 Calendar。下面還有一些其他的鏈接，例如訂校服啥的。Brave 用的是 Choice Lunch， 這家公司在加州有很多的分公司，看上去還蠻多的，可以用 APP 方便的訂購。不過看了一下頁布上各個分公司的評分，大多不到4分，不好評價它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最後看一下 Events， 作為一個網紅領頭的教會學校，不管是網上這些比較大型的活動，還是我2次和老師聊天、校長聊天提到的一些小型的活動，網上是沒有的。結論都是他們家確實蠻會來事的。這也是為啥24年冬天我們家還去過一次，參加他們的演唱會加室外活動。如果要有一定的存在感，還比較花家長的時間。我們接着聊一下2週前 Open House 的時候實地考察的情況，這也是他們改名以後我們第一次來。再次借用一下他們 Campus 這個圖，前面提到過 Preschool 有自己的停車場，而箭頭這裡就是開到主要停車場的入口，去小學、初中、高中都要經過這裡。這是山頂的一條大路，只有學校和附近一些居民會用，交通並不繁忙。左拐就是剛才圖中箭頭的地方。進去學校
driveway 非常長，左手邊就是教堂和學校公用的2個大禮堂，可以舉行大型的活動或者教會相關的活動。再往裡開，左手邊白色有很大學校 logo 的就是科學樓，旁邊褐色屋頂的那個就是高中。大樓的硬件維護得很好，看上去很新。再往上往裡開的話，左手邊有個牌子的地方就是小學和初中專屬的 driveway， 而如果你繼續往上開蠻長的一段以後，就能到達他們小學和初中公用的大樓，依舊是硬件維護得很好。另外一邊單獨的入口是 preschool 的方向，我們并沒有去，只是在门口拍了一張，也是一樣的風格。別看這個學校人數不多，卻是我們目前拜訪過的學校中間佔地最大、停車場最大、driveway 最長的 campus。Open House 先是簽到和聽他們的宣講，自然是在最靠外面的大禮堂舉行。中間的草地上有假草，上面有一些遊樂設施，小朋友可以玩。簽到以後可以拿到一個文件的 folder， 幾張學校的貼紙以及一本皮殼的筆記本。翻了一下，這個本子居然還是意大利生產的，感覺有點高大上。這個禮堂靠近門口的是一塊比較開放的空間，相對比較小一些，裡面還有一個劇場，能容納小幾百人。因為我們當天人並不多，所以就在開放的空間進行宣講，而不是劇場。宣講的幾個都是學校的高級管理層，包括首席執行長 Darren、副執行長 Joe、高中校長 Larry 以及這裡的負責牧師 Jimmy。Preschool 小學、初中的負責人也都在場，可見學校對於 Open House 十分重視，也給了家長足夠的尊重。對比下上次去的那個 Basis， 簡直是天壤之別。By the way， 我們上次來聽唱歌進到了裡面的劇場，當時坐得很靠前，拍了一些簡單的視頻，這裡稍微共享一下，這個就是他們舞台的樣子。Open House 是周六早上11點開始，宣講完已經接近中午。第二項活動就是享用學校提供的午餐，自然不是很高級的那種，不過還是有一些品種，口味也不錯。小朋友的飲料、cookie 也都有。老吳參加這麼多 Open House， 第一次有提供像樣的午餐，給感動到了。參考他們以往的經歷，這家是很經常組織各種活動的，因此經驗非常豐富，考慮周全，加上這一次領導的重視，給點個讚。吃喝完畢，然後家長開始按照年級進行分組，由各個學校的校長領隊，步行去相應的教學樓。校長會有個獨立的介紹，也就是說，如果你參加了這個 Open House， 包括校長以及以上的所有管理層，你都能遇見，還能聽到他們親自介紹，客戶的體驗甚好。走過去的路上，能高處看到 Preschool 獨立的活動場地，設施齊全，場地也很大。小學的宣講是在小學樓裡室內體育場進行的，是一個設施齊全的大型籃球場，也是學生午餐的場所。校長的介紹比較宏觀，其中他提到了和家長有不定期的 Coffee Talks。另外，他還介紹了學校平時有很多包括家長在內的互動，好處是感覺 brave， 家長比較容易直接接觸到學校的管理層。当然，壞處就是需要家長比較多的參與，時間是要花不少的。另外，重點提及的是，他們學校5年級有個叫 Madison 的女孩正在參加 Netflix 一個直播選秀節目 Start Search。一般教會的學校呢是會有一些唱歌相關的培訓，不確定這個女孩是校內培養的還是自己課後培養的結果。網上稍微看了一下，這個小姑娘唱的是蠻不錯的。除了小學校長以外，他們學術的負責人也會親自到場講解學術設計，特別是數學。前面老吳已經介紹過他們家的課程。Brave 呢，總體感覺是處在一般的公立學校和比較學術的私立學校之間的這樣一個水平。這是他們實際小學低年級的一個教室，可以看到學生大概是15個人，牆上貼滿了小朋友的作品。教室比較 organize， 他們所有的教室都是有黑板加電視多媒體的配置。另外有一點我還蠻喜歡的是，很多教室的牆上都有一個教室的工作分工表，讓小朋友很早就參加到社會分工裡面去。終於看到了老吳最喜歡的課表，這是他們 K 班的一個課表，前面提到過他們家網站上是沒有課表的。迅速掃一眼，日程安排得很密，主要是因為都是小課，每節10到30分鐘。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種設置的，反感一些私立學校從 K 開始一節課1小時這種反人性的設置。早上的前30分鐘是一些準備工作，對於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這個應該是有益的，幫助他們早上來過渡到學習的狀態，以及複習一下前面的課程。前面拜訪過的私校中間，只有 Monticello 有類似的設置。主課中間數學每天30分鐘，這個略少於主流的私立學校。K 的數學他們一般是40分鐘到1個小時每天。語言相關的 ELA 每天20分鐘，加上一點點的 Literacy Center 時間，
這個應該是顯著的少於一些私立學校的。Reading and Writing 每天大概50分鐘，和其他私立学校相当。社科和科學是混在一起的，每天20分鐘，還有一點相關的主題教学，接近於一般的私立學校，略少一些。音樂課每周1小時差不多，但是沒有寫有專門的 Art 課程。PE 課每周1小時，少了很多。每周有60分鐘的 Centers 課，這個主要看主題，可能是和學術相關的，也可能是和藝術相關的。另外每周有30分鐘的 Library 課，一般的學校可能要小學才開始這個，他們開始的比較早。每周有20分鐘的 SEL 或者他們叫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相關的課，和宗教相關的每天有20分鐘左右的聖經的課程，應該是以故事為主。另外每周有35分鐘的教堂時間。總體來說呢 ，K 班的主課中間數學和 ELA 时间偏少了一些，沒有 Art 課程， PE 時間也比較少，多了早課 Library、SEL 和宗教相關的課程。再看一下1年級的課表，上課時間早上早了15分鐘，單節課程時間開始變長，最長的是45分鐘。每天依舊是差不多30分鐘左右的早課，數學每天45分鐘，和其他私校差不多。ELA 每天30分鐘，依舊是顯著的少。Reading and Writing 每天有接近1個小時，這個是差不多的。社科和科學還是混在一起，每天平均36分鐘，也差不多。Music 每周1次40分鐘 ，Art 每周1次30分鐘 ，PE 每周2次1小時，這些都是偏少的。Library 每周30分鐘，每周有25分鐘 SEL 相關的課程。宗教這個和 Silence Reading 是合併的課程，姑且算每天15分鐘，加上一些教堂的時間。總體來說，小學低年級，例如我們和 Stratford 相比，課程中間呢 ELA 依舊是顯著的少一些，數學略少， Reading Writing 相當，音樂 Art 體育少很多，社科和科學差不多，少了第二外語和 CS 或者叫 Technology 之類的課程，多了宗教、早課和 SEL。 去參加 Open House 會收到幾張宣傳冊，把 Brave 小學 Curriculum 以及相應的教材都列了出來，給這個公開透明點個讚。這裡的趨勢是，除了 ELA 一開始就有教材，其他的課程從 TK 開始，先都是他們自己設計的一些東西。小學開始逐步增加內容，或者從他們自己設計的內容轉換到現有的第三方教材上去。由於這裡涉及到的教材很多，而且也不知道他們是用的第幾本開始，所以很難評價，只能說從例如他們每天各課教學的時間和前面聊過的數學教學大綱來看，他們學術教育的水平應該是介於一般的公立和学術一些的私立之间。這個是3到5年級的 curriculum， 他們4年級開始有專門的歷史課，這個我提到過好多次，我比較贊同，不喜歡部分私立學校從很低的年級開始上歷史課的做法。最大的硬傷是没有外語課，例如果是中國的小朋友想學中文的話，就只能課外去補了。實際他們1、2、3年級的教室我都去逛了一下，拍到的教材和他們宣傳冊上都是比較一致的。拍了一下他們低年級的作業本，看起來英語的內容是比較多的，而數學的內容相對比較少。1樓小學部的教室以外還有其他幾類房間，例如這裡是 Art 教室，當然了，牆上這些好看的都是老師畫的，估計。這個比較空曠的房間是專門預留給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在這裡老師和他們1對1使用這個房間，這個在參觀過的學校中間還是第一次看見。這個是他們低年級 After School 的教室，高年級貌似有單獨的一間，牆上貼了一些 After School 的內容，很大比例是和信仰相關的，不太看得見什麼學術的內容。室內活動的场地除了剛才那个比較大的室內籃球場，還有額外的一間可能是給年紀比較小的朋友使用的。1樓的室外活動空間有2塊，第一個是圍起來的樓中間的場地，應該是給低年級的小朋友使用的。另外一塊比較開放的室外場地那可就大了，近處是非常大的一塊水泥地，包含幾個籃球場，遠處是草地可以踢足球，還有一塊小朋友的 playground， 相當奢侈。同一幢樓，1樓是小學，2樓是初中。我們接着上樓逛了逛，這是其中一個中學的教室，可以看到依舊是人很少的，大概16個學生這個班。這個是他們初中部的圖書館，看着十分寬敞和有內容。這個房間有點意思，他們叫 Technology Room， 但是有很多娛樂設施，包括遊戲機，感覺是個很好玩的房間。出了小學和初中的樓，走向高中那邊，如果你沿着外圍走，會經過他們較小的一塊操場兼運動場地。其實這也是一個標準的棒球場地的大小，一群10來歲的小朋友在認真的比賽。
眼前這個就是高中的樓，他們整個高中不到150個人，每個年級只有40來個人，卻單獨有一幢樓。一樓很顯眼的位置放着很多獎杯，基本都是和體育相關的。左拐立刻就能看到他們豪華的室內籃球场，大概有2個標準籃球場的尺寸。而如果我們接着往前走，一出門眼前就是一個巨大的棒球加橄欖球场，超級大。周末還有一些高中生在訓練，十分的豪橫。回到樓裡，一樓還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健身房。高中的教室主要是在2樓，稍微看了幾個教室，並不大，椅子也很少，再次印證了他們高中生很少，但是布置的有點像家裡的感觉。走廊裡到處都是學生布置的五颜六色的藝術展示，看得人賞心悅目，也很親切，增添了幾分好感。高中楼出来，走道直接連通他们的科学楼2楼。大大的落地窗，這裡風景很好。剩下的都是一間一間的實驗室。不知不覺，整個校園就只剩下門口禮堂對面的那個 chapel 沒有逛。這裡應該是他們和宗教相關的主要集會場所，今天也是敞開的。走起！裡面和傳統的教堂建築完全不一樣，十分寬敞、簡約、數字化。不知道未來的宗教是不是都會變成這個樣子。順便一提，除了 preschool 小學、初高中，如果你去 Brave Church 網站，還能看到他們最近在弄一個 Brave College。這個是和佛羅里達那邊一個私立的基督教大學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合作辦學的。這個學校大概在美國屬於中等的樣子。目前確定的學位是副學士學位和個別學士學位，可能還可以延伸到碩士學位。而上課的形式是以網課為主。老吳已經參加過這麼多次學校的 Open House， 這一次的體驗是最好的。一個是感受到了被學校所尊重，另外一個是吃飽了不餓，還有就是他們貌似是從早上一直弄到下午4點，所有的樓也都是敞開的。我們一邊玩一邊逛，慢慢悠悠的弄到3點多才走。上次去那個 Basis， 全程包括他們的 presentation 才給了1個半小時，什麼都搞不清楚，體驗感巨差無比。好了，談錢不傷感情，我們單獨來看一看學費和其他的費用，順便看一下他們家在私立學校中間的收費算是什麼樣一個水平。網站上寫的比較簡單，小學$20,600一年，初中23,200，高中26,700。Open House 的時候收到了宣傳冊上有更多的信息，例如 Enrollment Fee 是500，分期付款有2期、10期2種選擇。Discount 這裡面一般是常規的多個孩子的折扣，例如第4個孩子50%，第5個孩子免費。但是現在生3個以上的太少了，看看也就算了。下面還寫了軍人或者是全職的牧師可能也有折扣，不過需要聯繫他們來確定。按照網站的說法，貌似他們也是有 Financial Aid， 需要去 FACS 網站申請。FACS 是美國最大的私立學校財務管理平台，這個平台本身並不決定是否給你發錢，但是它會向 Brave 學校的財務委員會發送一份分析報告，建議學校，例如這個家庭每年能承擔多少美元的學費，建議補差額多少美元。然後官網上還列出了有國際學生的選項，學費幾乎是本地學生翻倍，這個比例稍微有點黑。以前看到過一些有國際學生項目的私校，國際學生的學費一般會貴30%到50%，翻倍的這是第一次看見。然後呢，老吳就很手殘的點了下頁面上的了解更多選項，本來是想了解下他們國際學生申請的流程，沒想到首先看到的是2025年到2026年國際學生的收費情況，居然只有3萬，也就是說下個學年國際學生的學費直接漲了30%，我驚呆了。國際生的申請方式有2種，一種是直接走學校網站申請，要求和本地學生差不多，同樣可能有 assessment， 同時還多了托福考試的要求。
而另外一種是通過他們的合作机構来申請。這个合作机構呢也能提供申请的帮助，不过会收7000塊的費用，這個是去年的費用，今年還不知道有多少。下面還有英語考試要求的這樣一個表格，老吳當年考托福的時候還是2000年初，現在已經完全不知道這個分數的行情了。After School 收費情況網站上並沒有找到，不過拿到的宣傳冊上有2頁有提到，一個顯示的是24到25年早晚的 Care 收費是$4500一年，只有下午的話是3900，而 Drop-in 的 rate 是$10一個小時。而另外一份材料顯示的是25到26年的收費情況，年費是不變的，但是 Drop-in rate 漲了50%，下一個學年還不清楚。好了，按照慣例和老吳一起來看一下北加私立學校學費的對比情況，因為最近很多學校陸續公布了26到27學年收費的情況，我就系統的更新了一下。除了打星號的 Stratford 和 Corellian， 目前官網還是25到26學年的收費，其他學校都已經更新到了26到27學年的收費情況。首先，那必須是肯定都漲了一點，幅度基本上都是1000到2000到一年的樣子。例如 Harker 的 K 到5年級學費正式突破5萬，而初中正式突破了6萬。比較接近檔次的私校是用了同樣的底色來標記，例如 Stratford 和 Challenger， 這裡的總和收費是學費加 Extended Care 的費用，總費用便宜一點的用了綠色，貴一點的用了紅色來標記。非教會學校相鄰的檔次總費用相差大概在 20% 到 30%， 而如果比較頭尾的檔次，那總費用就是翻倍了還多。今天的重點是 Brave 這個教會學校，我們就用前段時間做過視頻的 St. Nicholas 和它對比一下。 Brave 的學費是顯著的貴的，差不多是 20% 出頭一點，甚至所有的年級接近或者超過 Monticello 這一家私立學校。要知道，不管是 St. Nicholas 還是 Monticello，他們那個所在地區的物價是高於 Brave 這邊的。如果要 justify 這個額外的費用，我能想到的有2點，一個是硬件，特別是運動場地的優勢，另外一個是 Brave 這家相對比較低的師生比。至於值不值，見仁見智。最後一個部分，第三方平台評論，老吳依舊會嘗試從多個平台的負面評論來嘗試看一下這個學校是否有一些共通的問題。首先看一下 Niche 這個平台上學校的排名，在加州所有的教會學校中間，排名屬於比較中游的，而如果和所有加州的私立學校相比，它的排名就中游偏下。可以看一下 Niche 上面主要項目的評分，學術反而還好， Diversity 不知道為何沒有數據，老師和 College Prep 一般。說一下老吳 Open House 的時候這些方面的一個相關感覺。要注意，教會學校在招聘老師的時候，對他們的信仰要求往往是高於其他要求的，所以科學的老師本身就很少。老吳和很多老師聊天，一個感覺是他們相對比較內斂不外向，可能是和信教有關係。另外確實感覺到他們並沒有那麼自信和經驗豐富，似乎在學校的年份也不久，不確定是由於收入還是由於最近學校管理層的變動還是別的原因。這裡學校的活動以及體育的排名也不高，基本可以確定這個學校學生體育參與度很高，比賽的密度也勝於以前參觀過的私立學校。不過私校的人數是硬傷，沒有辦法彌補，每個年級不到50個人，要想很好的開展活動以及體育取得好成績，那只能去大公校了。歷史上顯示學校有500多個學生，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學校 diversity 數據。理論上說呢，教會的學校大部分比例應該是白人和亞洲人等等， diversity 肯定會比那些動不動90%以上亞洲人的私立學校要好很多。歷史上的評論並不多，平均分3.8分，差強人意。最近的2個差評都提到一個老師資質的問題，最近的一個還提到學校的教職人員變動很大，教學質量課外活動一般，另外一個提到了廁所一直很髒有衛生的問題。 GS 的平台上不知道為何只有很老的評論，有可能是和最近更名有關係，就 pass 掉了。 Yep 平台上評論比較多，平均分4.1分，略好一些，負面評論自然也有一些。我嘗試按照主題將最近10年的差評進行了歸類。第一類比較敏感，例如前面2個提到了 LGBT 的問題，第2個提到了他們家是拉丁裔的，3個評論都說他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如果大家對歷史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一直以來教會和這些 minority 的群體確實存在一些糾葛，所以如果你去教會學校參觀，一般人群都是以白人和亞洲人為主，甚至是東亞人為主。第2類差評提到了這個學校以及教會最近一次比較大的變動，也就是2022年左右 Brave Church 和 Valley Christian Center 合併期間。以前 Brave 在 San Ramon 是有一個 preschool 的，但是管理層突然發出20天永久關閉的通知，同時相當於遣散了 preschool 的所有工作人員，
還讓大約40個家庭的孩子措手不及，非常像是企業砍人的作風，不像是一個有同情心的教會。第二個人還嘗試聯繫了 Larry， 被無視了。這個人貌似也是受影響的教職人員，他還提到 Larry 發信給 Valley Christian 所有的教職人員，要求他們每年需要重新申請學校的工作。看到這個我還蠻震驚的，我希望是這個人理解錯了。不管是不是教會，任何一個企業如果有這種政策，無異於是在趕人或者是在自殺，除非你說每次重新申請你給我工資漲個幾%，不然是沒有人會傻到去申請這種朝不保夕的工作。第三類的差評提到的是16到17年左右學校的又一段動盪期。當時的首席牧師應該是前面介紹過的 Roger， 似乎並不受人喜歡。第一個人，他的女兒應該是有學習障礙，需要一些 special education， 但是 Roger 似乎是趕走了項目的負責人，不願意繼續提供 special education。 第二個評論還用了 dictatorship 這個很重的詞，提到那段時間學校的學生流失了40%左右，高中只剩下79個學生，這有點誇張。當他們嘗試和學校管理层溝通的時候，得到的答覆是學校沒有問題，你不爽可以滾。剩下的一個提到疫情期間學校強制要求全額交學費，目前看到过的所有私校基本都是在关校期间收取全額學費的，很多家長都在抱怨這個。這是個突發的事件，並沒有辦法去評價究竟他們做的對不對。另外他還提到學校收取全額學費，但是要求降低老師的工資，這個就有點不厚道了，這不是變相的增加收入嗎？然後這個 Sarah 估計是拒絕支付學費，學校讓討債公司去找他的麻煩。他還提到了學校 diversity 和體系的這種對種族歧視的問題，有點 drama。最後一個提到學校老師和管理層缺乏經驗的問題，這個我前面分析過，學校的2個執行長以及高中校長 Larry 應該是有比較豐富的管理經驗的，但是其他的校長屬於火箭提拔，管理經驗應該並不豐富。老師我聊過幾個，確實感覺不是經驗豐富能獨當一面的那種。最後作為總結，我想換一個角度來解讀一下什麼樣的家庭或者孩子適合 Brave 這樣的學校呢？首先自然是已經有或者準備有宗教信仰的這部分家庭，畢竟是教會學校。另外最好他們能比較接受現在 Brave 這種比較活潑比较網紅式的傳教方式。第二是那種尋求學術和體育比較 balance 的家庭，學校號稱強調學術，參加體育的機會也很多，但是客觀來說他們的學術和體育水平都是介于一般的私校和公校之间，不屬於出类拔萃，所以你要有合理的預期。第三是那種傾向於低師生比的，甚至是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家庭。我身邊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孩子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需要老師多加照顧，那麼很多私校那種一个老師對20幾個學生的情況可能就不太合適。另外大部分私立學校出於各種考慮，並不願意接受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這方面 Brave 可能有優勢。第四，如果你關注學校硬件的水平，那麼可以考慮。老吳參觀過這麼多公私立學校的 campus， 很多的學校房子很老，光線不好，像是小黑屋一樣，這種我很反感，不太利於孩子身心的健康發展。這種情況一般教會的學校硬件都會好於大部分的私立學校。第五，孩子適合人數較小的這種學習環境，他們學校例如體育隊伍很多，但人很少，好處是你能上的機會很多，甚至是可能必須上，但是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比如說一個 club 很多年也不會換人，就那麼2-3個人，這個和大公校是完全不一樣的環境。第六，如果你希望能多和學校管理層溝通，那麼這個學校可能還可以。我們一共去過3次這個 campus， 特別是這一次，總體感覺學校的管理層還是比較尊重家長，也有蠻多機會可以溝通。最不濟你可以參加一些教會的活動，他們也會來。當然了，溝通效果如何不好說。學校經過重組更名，管理層大換血也才不到2年，可以再觀察一下。第七，對於低年級第二外語 technology 沒有追求的家庭可以考慮。以我個人而言，我對第二外語其實並不強求，因為參觀過這麼多次各種各樣的學校，大部分學校每周只有2節外語課，不能有不合理的預期，希望他們能教出一定的水平。如果家長真的在意，反而還是要去課外去補的。但是我覺得在當下這個環境，小朋友早一點開始接觸電腦以及其他的 technology 的東西可能是好事，也是必須的，但是要限制這個時間和訪問的內容。第八，如果你希望並且你有空多參加學校的活動，那麼這個學校絕對是你的好選擇。這個學校呢，絕對是那種比較會來事兒的那種，學校和教會都會組織很多活動，如果你希望多互動並且有空，那最好不過了，不然就會是負擔。第九，
對於大學申請沒有過高要求的家庭可以考慮，這個和學術要求不能太高一脈相承。前面也提到過，他們並沒有寫有 WASC 的認證，好一些的能申請到的估計也就是 UC 的學校。如果你申請的目標一般，那還好；如果是目標高的話，那還是別去了。好了，又一个小众話題結束，希望對一些人有所幫助。如果您喜歡老吳的視頻，請支持一下，點讚、訂閱加收藏，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您寶貴的意見和建議，謝謝。